企业 agent 为什么需要本体论？因为有关系不等于有权限。这里的 agent 能读企业数据，它也能发起审批。来看一笔假设订单，用它把4套系统分清楚。张三属于华东销售部，李四负责华东销售部，订单 A 是张三创建的，本体论管推导，权限系统管放行。现在问李四能审批订单 A 吗？知识图谱很快找到一条路径，李四连着华东销售部，部门连着张三，张三又连着订单 A， 模型顺着常见经验很容易回答，可以审批。这个答案听着合理，证据却没跟上。图谱只记录了负责、属于和创建，它没有记录李四的审批授权，更没有说明额度、期限和业务范围。订单类型和区域也可能改变审批结果，临时代理状态同样会影响结果。agent 找到的是关系，他回答的却是一个新结论，所以企业 agent 才需要本体论。知识图谱像一本关系账，本体论给这本账补上定义，也补上推导的边界，哪些是员工，哪些是部门，哪些是订单，对象类型不能混在一起。每条关系是什么意思，也要写清楚。负责部门和有权审批不是一回事儿。哪些关系能组合成新结论，哪些只能用来继续查证。RAG 也叫检索增强生成，它和另外3套系统要分开看。RAG 负责找制度和说明，它能找到审批制度，也能找到例外条款，但找到制度不等于它就适用于李四，还要看订单 A 和今天这个时间点。知识图谱负责找事实和关系，本体论负责检查这些事实能推出什么，权限系统负责回答现在能不能执行。他们不是谁替代谁，他们是在同一条决策链上各管一段。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说错的地方，查不到李四的审批权，不等于他没有权限，它只说明当前证据还不够，处理不完整事实时要保留未知这个状态，没有被证明为真，不能直接当成假。这也是为什么未知不等于没有权限。授权也许在另一个系统里，也可能刚刚生效，还没同步过来，所以 agent 应该回答现有信息不能证明李四有权审批，然后继续查询正式的权限数据，而不是直接宣布他没有权限。把整套机制压缩一下，就是3层：证据层回答事实是什么，语义层回答事实是什么意思，以及这些事实能推出什么，决策层回答按现在的规则能不能执行。本体论主要在语义层工作，权限系统放在决策层。决策层里还有一道执行闸门，它就是写进运行流程的一条硬限制，语义没通过或者权限没明确允许，这道闸门就不让系统执行。RAG 找到的制度属于证据层输入，它还要经过语义层检查，看看是否适用于当前的人、订单和时间。这3层不是3套必须购买的产品。知识图谱可以同时承载事实和语义模型，现有的身份系统和审批流程也可以继续负责权限判断，策略服务也可以承担这项工作。数据源变化时调整证据层，业务对象的定义变化时调整语义层，审批额度和授权规则变化时调整决策层。职责拆开以后，改一类规则时通常可以少动其他部分，这样能减少联动修改，也能避免每次都重做整个 agent。真正要避免的，让同一个大模型同时猜事实和语义，然后再猜谁有权限。本体本身也拦不住大模型乱猜，它提供的是可检查的定义和推导依据，要阻止错误操作。运行流程还要守住硬闸门，语义检查没有通过不能执行，权限系统没有明确允许也不能执行。一个稳妥的 agent 可以这样运行：先分清用户是在查信息还是要求执行动作，再从图谱和业务系统读取事实，不能让模型补全金额和身份。语义层检查对象、类型、关系含义和推导依据。如果要执行，权限系统再给出允许或者拒绝。最后把数据、规则、放行结果都记下来，记录里要能看见事实来自哪个系统，还要看见用了哪条规则，谁给了放行结果。出了问题，团队才知道是哪一层出了错。企业真的要做时，不要先统一全公司的所有名词，先选一个错误代价高的动作，而且这个动作准备交给 agent， 比如提交订单、审批、退款或者关闭账号，然后做一张决策卡，这就是最早可以动手的地方。决策卡先写清 agent 到底要做什么，是给建议、提交申请，还是直接批准，再列出做判断必须具备的事实，比如金额、申请人和审批角色，还要有授权期限和业务类型。每条事实都要写明由哪个系统负责，这里的负责指权威数据来源，比如订单金额由企业资源计划系统负责，也就是 ERP， 人员身份由身份系统负责，授权状态由权限系统负责。不能让模型自己挑一个看着可信的数据源。接着写清哪些关系可以推出新结论，哪些关系只能用来找线索。数据缺失、互相冲突或者过期时，也要提前约定处理方式，是停止转人工，还是只给建议。这张决策卡把3层职责落到了一个具体动作上，证据从哪儿来，语义怎么解释，最后由谁放行，都写在卡上。它不是本体论一个模块的交付物，它把4类内容放到一起，数据、语义、权限和失败处理，现在都有了一张可以测试的卡片。测试时也只测正常情况，李四还是部门负责人，但授权已经过期，他有审批角色和订单金额超过了额度。张三已经跳岗，图谱还没更新，两个系统还可能用不同编号表示同一个部门，这些反例才会逼着 agent 分清这3层。实施时，你可能还会遇到3个技术名词：RDF 用主体关系、客体记录图数据
OWL 描述对象类型、关系和逻辑规则。SHAACL 用来检查图里的数据是否合格，比如一张订单是不是缺少创建人，或者一条关系是不是连到了错误类型的对象。OWL 更关心能推出什么 ，SHACL 更关心数据有没有缺项，也要检查对象有没有连错，但它们都不会自动替全线系统放行。所以，企业 agent 要执行任务前，先问3个问题：第一个，高风险动作是什么？支持这个动作的每条事实，哪个系统说了算？证据不足时 ，agent 会停下来补查，还是猜一个答案继续执行？知识图谱让 agent 找到关系，本体论让他知道这些关系能证明什么。全线系统决定最后能不能执行3层各管各的判断 ，agent 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行动，什么时候必须停下。如果企业正在让 agent 接管审批、退款或者数据变更，先把第一张决策卡写出来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